俄乌突发大事件，克里姆林宫被无人机袭击，这是要实施斩首行动刺杀普京。昨天火力军刚要休息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条新闻，普京的办公地点克里姆林宫被无人机袭击，直接给火力军惊到了。如果事件为真，俄乌局势将迎来巨变。按照新闻报道以及当时的视频来看，这次袭击克里姆林宫的一共有2架无人机。5月3日凌晨2点27分，第一架无人机在克里姆林宫上空被发现，并在参议院宫殿上空爆炸。凌晨2点43分，第2架无人机撞击参议院的穹顶。这次袭击的目的是什么？大家都能想到，斩首行动，刺杀俄罗斯总统普京。可惜的是，虽然这次袭击的声势不小，无人机也抵达克里姆林宫上空，但没有对其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也没有人员伤亡。按照克里姆林宫新闻处的说法，军方和特种部队及时通过电子战系统使袭击克里姆林宫的无人机失效，而且袭击发生的时候，普京不在克里姆林宫，而是在莫斯科附近的新奥加廖沃官邸工作。虽说最终结果有点不尽人意，但火力军有2个问题：克里姆林宫遇袭是谁干的？这2架无人机又是如何穿过莫斯科防空抵达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首先第一个问题，谁干的？俄乌战争当下最大的嫌疑人自然是乌克兰。至于无人机型号，大概率是图141。克里姆林宫遇袭之后，乌克兰第一时间表示不是我，并且说明乌克兰目前可用的力量和手段都是用来解放自己的领土，而不是攻击他国。对此，火力军只能表示不愧是官方发言，表明态度的同时，还戳破了普京侵犯他国的现实。但如果说这事儿跟乌克兰没关系，火力军第一个不信，在莫斯科周边坠落的图141也不信，恩格斯机场里的图95、图160也不信。乌克兰想轰炸莫斯科不是1天2天了，之前火力军也聊了好几次，图141千里奔袭莫斯科，这次与前几次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成功了。图141前几次袭击莫斯科都是以失败告终，在路上就被 S300、S400 这些防空系统击落，这次则是直接来到了克里姆林宫上空。同时暗杀普京这件事也不是第一次，4月份的时候就有消息说乌克兰准备使用无人机暗杀普京，并且在莫斯科东郊大约3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架坠毁的无人机，机上有30块 C4 炸药，共计约17公斤。结果很明显，暗杀没有成功。而俄罗斯对此的态度也是一般，表示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理会这些捏造的消息。不过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就由不得俄罗斯不信了。事件的第2嫌疑人则是俄罗斯自己。克里姆林宫遇袭也有可能是一个苦肉计。由于俄乌战场前线的失利，俄罗斯想扩大战争投入，克宫遇袭只是一个给国民的理由，或者是吓一下北约，让其限制对乌军援的武器。不过就火力军看来，苦肉计的可能性不大，就算是有狗头军师想出这个办法，普京也不会同意。毕竟一个国家的总统办公地点遇袭本身就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这就好比美国想对俄罗斯动手，于是自导自演袭击五角大楼，真的没必要。而且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失利丢掉的面子已经够多了，再来一个克里姆林宫遇袭，感觉普京都可以直接退群了，5场变4场。至于第2个问题，无人机是如何穿过莫斯科防空抵达克里姆林宫上空的，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俄罗斯的防空。火力军这里先说句实话，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克里姆林宫，防空系统其实挺多的。俄乌战争开始之前，莫斯科周边的防空体系已经是高中低、远中近多层次了，比如 A235 努多利和 S500、S400、S300 以及 S350 铠甲 SM， 只要是能用的，莫斯科周边都有。并且在3月份的时候，由于乌克兰的图141亮相过于频繁，俄罗斯砍伐了自然保护区的森林，用于增加防空系统。莫斯科西北部的蒂米里亚泽夫农业学院，东北部的洛西尼国家公园，莫斯科东南部的卡洛明斯克庄园，以及莫斯科东部的伊兹麦洛夫维奇公园都已经布置了防空系统，甚至普京的乡村别墅附近都布置了铠甲 S1。粗略算下来，莫斯科周边起码多了6个防空系统阵地。克里姆林宫的防空情况与此类似，这点火力军之前也聊过。现在俄罗斯国防部的一座建筑屋顶就有铠甲 S1， 距离克里姆林宫 1.6 公里。克里姆林宫东南方向约 2.4 公里的塔甘卡区也在一栋建筑顶部安装了铠甲 S1。这2套只是明面上的防空系统，
铠甲 S1强调野战机动性，整套设备都在重型卡车底盘上，重量大约40吨，俄军只能将其吊在大楼屋顶，没办法藏。在克里姆林宫周边肯定会有其他的保护措施，比如这次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时，俄罗斯的特种部队就是通过电子战系统拦截的。不过这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莫斯科与克里姆林宫的防空系统那么多，为什么还是有2架无人机能抵达克里姆林宫上空？首先就是莫斯科周边的防空网，虽然防空系统的数量不少，但是由于面积太大，到处都是窟窿，加上北约情报支持，乌克兰无人机成功的概率很大。当然，俄罗斯不缺防空系统，要不然也不会拿 S-300导弹进行对地打击，但俄罗斯缺乏防空武器操作人员以及提高其整体作战效率的方法。现在的防空网讲究的不是数量多少，而是协同。至于克里姆林宫那边，纯属就是反制无人机的手段不行，无法建立全侦测与预警系统，对付无人机没什么好办法，只能部署雷达、电子侦察、红外探测等设备，对周边领空进行全时段、全方位的监控，及时发现并跟踪无人机，然后利用防空系统击落。从这点看，俄罗斯完全没做到，要不然无人机也不会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爆炸。当然，反无人机也能用电子干扰切断无人机与操作员之间的通信连接，或者干扰无人机的导航系统。俄罗斯在这方面是不行，人尽皆知。这次算是最后一刻亡羊补牢。如果无人机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或者是院内爆炸，损失有多少，真不好说。总的来说，乌克兰想使用无人机在克里姆林宫暗杀普京难度很大，毕竟无人机能携带的战斗部有限，没办法对克里姆林宫造成很大的破坏。其次就是作战半径，从乌克兰抵达莫斯科就已经几百公里了，无人机无法在预定地点潜伏，成功率之低下可想而知，根本无法像弹簧刀那样暗杀俄军将领。对付克里姆林宫与普京，使用巡航导弹之类的武器才是王道，威力大，成功的概率也大。不过对于俄罗斯来说，就算是克里姆林宫遇袭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也要报复回来。按照俄罗斯目前的说法，5月9日胜利日阅兵式照常进行，但是会在其认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采取报复措施。这点火力军也能明白，如果这件事被掩盖过去，丢面事小，反复的暗杀才是问题。俄罗斯只能通过报复来减少下一次遇袭的可能。至于俄军的报复行为，无非就那几样：导弹袭击基辅，加大战争投入；核弹、脏弹这种东西，谁先用谁就是失败者，这点毋庸置疑。如果俄罗斯选择报复回来，导弹袭击基辅，那成功率堪忧。爱国者已经准备就绪，无论是伊斯坎德尔还是无人机，来一个拦一个。如果是加大战争投入，那最先撑不住的大概率是俄罗斯，经济本来就不行，根本加不动。所以火力军猜测，俄罗斯的报复行为大概率还是跟之前一样，导弹袭击乌克兰本土，只不过数量会相对多一些。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会怎么报复乌克兰？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一起讨论。